魏无羡得了一筹，冲在座的人一拱手，笑嘻嘻道：“承让，诸位都听见了，所以这珠子还是算望基兄拿回来的。沙棒母须先引他出来，今天怕是来不及了。村长，可有空房间供我们师兄弟放的行李，歇歇脚？”老村长如梦初醒，赶忙道：“是，理应如此。怠慢诸位仙师，请随我来。”他亲自在前头带路，引着魏无羡为首的莲花坞弟子往驿站后院走。蓝忘机举剑轻轻拦了一下，魏无羡轻描淡写的用竹笛磕开，视线一触即分。蓝忘机低声问：“为何？”正逢受师弟兴高采烈地问：“大师兄，凶师堆有多高？你为啥不用乾坤风额带直接装一只回来？”魏无羡故意抬高音量回道：“不为什么，我乐意。”胖师弟道：“师弟们还想开开眼界呢，那玩意儿比茅坑的石头还臭，想开眼，下次拉屎别捂鼻子再说吧。”哈哈哈哈。魏无羡故意笑得嚣张，与往日那样，边走边与师弟们打闹，以便他借故回头窥探。蓝忘机并未如他所想的那样，孑然一个，孤单遥望他离开的方向，而是早已转过身，加入了灭棒的讨论，并在地图上指指画画，不知是在布置人手，还是解释碎物分布。魏无羡略堵心，下意识收了夸张的笑容，再走两步，拐过弯，完全窥不到半片白色衣角了，终于忍不住哼了一声，心道：“走着瞧，这才刚开始，下次看谁先不理谁。”厅堂里，众人得了新的情报，纷纷踊跃发言，生怕落后他人，气氛一时间极为热烈，还真提了不少有用的方案。可在这热烈的讨论之中，不经意识的，有一双浅淡如琉璃般的眼眸瞥了后院方向一眼，没过片刻，又是一眼。可惜几道碍眼的墙隔开了前庭后院，自然也不可能看得到那个嘴角总是挂着笑的黑衣少年。月光如练，魏无羡身为熬夜的将军，自然不会错过这么漂亮的月亮。此时他正翘着脚坐在房顶，点着蚊香赏月，嗑瓜子。从老村长那讨来的葵瓜子是翻炒晾晒过的，果然饱满香甜。他吃得十分满足，正寻思明天找什么理由多讨个半斤，却见前厅门一开，一个身形高挑的白衣少年穿院而来。魏无羡下意识要说：“哟，忘机兄，月黑风高不睡觉，这是从哪儿玩回来啊？”话到了嘴边，幽字已经成型，被自个儿塞了粒瓜子，强行填了回去。明亮的月光将少年的白衣染成一片双色，那淡漠的面孔好似美玉，抹额的飘带飘扬洒脱，与翩然的衣袂相互应和，如谪仙一般，越发显出少年的俊秀清雅。没多大的院子，没几步路，魏无羡看着蓝忘机走过，心里莫名生出一股愤怨。那群老头讨论怎么没完了？蓝湛一直忙到现在，不知用过晚饭了没？一句蓝湛差点冲口而出，险险憋了回去，嘴里这颗瓜子却变得乏味起来。魏无羡嫌少纠结，破天荒纠结起来，心道：蓝湛没道理发现不了我，再故意磕磕鞋底，撩撩瓦片，弄出些声响。偏偏蓝忘机不知在想什么，既不抬头看月色，也不扬手看房顶，走走停停，从袖子里摸出一粒什么东西，托在手心看了又看。魏无羡气死了，一颗破枕珠，值得看上大半夜。他摸出竹笛，背对蓝忘机，冲着月亮吹起了一段小调，婉转悠扬，呜呜咽咽。吹了3句，有人推开窗户骂道：“三更半夜号什么嗓，吵着姑奶奶好眠。”魏无羡只好收了笛子，背着手道：“月处于东山之上。”无人回应。魏无羡清了清嗓子：“月出皎兮，皎人聊兮。”还是无人回应。不是又走了吧？魏无羡猛然转回身，却见白衣少年正好轻飘飘落在身畔。他毫无心理准备，吓了一跳，向后一个趔趄，差点把手里的瓜子笛子一并扔了。蓝忘机冲他摊开手，手心躺着一粒胖胖的莲子。一颗莲子？难道……魏无羡登时炸了毛，手里一把瓜子壳劈头盖脸丢过去。你把吃过的莲子还我！你敢把吃过的莲子再还给我？你不想交朋友，我不……是你跳涧石掉下的。蓝忘机举起袖子，把瓜子壳全部挡下。教你这个朋……哦。他心虚起来，赶紧伸手掸掉粘在蓝忘机身上的瓜子壳，陪笑道：“就这么点东西，怎么？你怎么还特地送过来啊？”还你。魏无羡转身，
撩袍下房顶，扭头对蓝忘机道：“还什么还？你吃了不就得了？”关门，上床，鱼儿似的在床上滚，笑得嘴角都快咧到耳根。滚了半天，魏无羡才恍然回神，抱头哀嚎道：“哎呀，为什么呀？我不是不理蓝战了吗？”魏无羡折腾了大半夜，第二天照例极晚才起。他洗漱之后，去厨房讨了块饼，院子里揪了2个果子，边吃边往前院去。一推开门，便被院子里的大阵仗惊得愣住了。仙门夜列队站一半，附近的村民站另一半，偌大的空地被蔓藤和麻绳铺满，几个手脚利索的村妇正按着经纬河距离打结。这么大的网子，他昨日算出了个小小的风头，不管功劳归谁，到底是被韩光君另眼相待过。因此他一开口，那蓄须的中年人捻着胡须夺过来，搭话道：“魏小公子好眼力，昨天我们商议后，决定制一张大网，捕捉蚌母。”哦，跟在中年人身后的青年道：“我们已经让村长去找更多的制网材料，再掺入复仙网，必定将那蚌母一网打尽。”魏无羡啃一口饼，值几天？中年人道：“让这些村民日夜赶工，100日即可成。”哦，青年横眉道：“怎么，魏公子一脸不赞同？可是对我们制网一派有什么意见不成？”制网派？除了制网，还有什么派？中年人摇摇头，叹息道：“魏公子昨天早退，大约尚不知情。有些居心叵测之辈，竟建议将河水排干。金水河沿岸有不少村落，若真这么做，岂不是断了下游民众的营生？”青年人也痛斥道：“排干河水，少则3月，多则半年，简直劳民伤财。魏公子，你说句公道话，到底是制网高明，还是排水高明？”两双眼睛直直盯着魏无羡，仿佛他敢说任何排水派的好处，就要将他口诛笔伐，生吞活剥。魏无羡差点噎着，奋力吞下最后一口饼，结巴道：“不是，我就想问问蓝，那个韩光君在哪？”韩光君一早独自外出了。那韩光君支持哪一方？他好支持另一方。韩光君并未明说。韩光君品行端正，想来无论哪一方有了困难，都会给予援助的。哦，知道了。那我就谁都不支持吧，告辞。魏无羡抽出随便，当空一抛，御剑寻蓝忘机而去。魏无羡一路找寻，快到金水码头，远远便看见半空悬着一道蓝色剑光，果然在此。他脚下剑光一晃，调转方向，避开蓝忘机的位置，慢吞吞地在附近转了半天，才好似不经意地缓缓接近。蓝忘机微微蹙眉，凝视着水面，侧面睫毛纤长，眸色十分冷淡，更显得俊秀无双。魏无羡不想看，眼神飞来飞去，终点仍莫名会落到蓝忘机身上。绕了几十次，只得放弃，干脆大大方方盯着看。蓝忘机岿然不动，仿佛根本没注意到身边多了个人。魏无羡顺着他的目光看下去，果然，终点是水里堆起的那座尸山。蓝，他摸出昨夜没吃完的瓜子，吃一颗堵嘴，把快出口的招呼又憋了回去。差点功亏一篑，这次看谁先搭理谁。站久了累，魏无羡盘腿在剑上坐下，边嗑瓜子边陪着蓝忘机默看。可惜此地气味不怎么好闻，风景也十分恶劣，实在不是个休闲玩耍的好地方。不想看了小片刻，竟真让他有了新发现。刚巧有一阵风拂过，带动洁白的袍袖飘过来，被他一把捞住，轻轻一扯。那边是不是有条灰线？何处？操，肚子破了的那只，然后左侧第3只，往上接连2只。他话说的有气无力，一方面是因为他又没忍住先开了口，另一方面也因为他终于意识到了一直输的最大原因。他把自己拉到一个不熟悉的领域，让蓝忘机用丰富的沉默经验完败他，以己之短攻他人之长，犯了兵家大忌。可不停逗蓝忘机开口说话，又怎么能体现出他对蓝忘机的不满？等等，他到底因为什么对蓝忘机不满来着？却有灰线，直至水下。罢了，正事要紧。魏无羡撇撇嘴，把空瓜子壳弹远。这线一直连到蚌母所在之处。为何？魏无羡瞟他一眼。姑苏也有河吧？你抓没抓过河蚌？石头缝里水草多的地方找条直线，顺着摸进去，一摸一个准儿。既是精怪，就像人一般呼吸，藏在下头不露面，
灰线就是呼吸的通路。受教。不是吧？你真没下过河？不曾。那你什么时候来云梦玩？我带你下河摸。这里的事情办完，说不定还赶得上摘最后一茬莲蓬。带梗的莲蓬可比剥出来的更好吃，还有菱角呢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。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